我买彩票中了2亿9千万，女朋友知道后，她直接果决富二代让我谈私域车。也许是上天的怜悯，让我回到了重生，回到了买彩票的当天。老板，这组号码买50倍。好的，祝您中奖。今天是2010年10月3日，彩票奖池高达2亿9千万。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，再过几小时我就能掏空奖池，成为亿万富翁。随着闹铃钟的响起，我这才想起今晚6点还要参加同学聚会。晚上6点，我骑着电动车刚赶到海天酒店，一辆跑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车上下来的2个人，正是孙楚涵和他的富二代男友齐刚。三小，好久不见啊！哟，这不是楚涵的前男友吗？亲爱的，你别误会，我和他只是很普通的同学关系。你这车子不错呀！我勒个去，你还懂车？我这可是保时捷。我知道，最便宜的保时捷跑车吗？呵呵，把你诓的！你一个骑电动车的也敢看不起保时捷？还是个二手的，看来你还挺喜欢二手货。小子，你放什么屁呢？三小，你说清楚，谁是二手货？孙楚涵，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愿意坐在我的电动车上笑，还是愿意在齐刚的保时捷车里哭？三小，你问这种问题有意思吗？我就是想听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呵呵，我当然更喜欢保时捷了。谢谢你的诚实，希望你一直保持下去。穷小子，你在这装什么蒜啊？亲爱的，别理他。等等，刚刚他说我喜欢二手货，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啥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宁愿相信三响，都不愿意相信我吗？老婆别哭了，我相信你，都怪那个三响挑拨咱们的感情，我待会儿一定要给他好看。老婆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不是看中香奈儿的包包吗？明天我就带你去买，当做给你赔罪。老公，你最好了。海天酒店包房内，大家都在谈天说地，而齐刚这样的富二代明显成了中心人物。喂，你和孙楚涵怎么回事啊？三小扭头一看，是隔壁班的姚思璇。我们早就分手了。啊，他把你甩了？是我把他甩了。你骗人！那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你舍得甩掉？再漂亮的女朋友，如果没有爱了，也没必要挽留吧。真可惜，上学的时候你对孙楚涵那么好，都能甩掉你。以后碰到更有钱的，他也能甩掉齐刚。我好像已经看到齐刚脑袋上的绿油油了。三香，你笑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知道你是记恨我把楚涵从你身边抢走。借着今天这个同学聚会的好日子，我正式宣布我和孙楚涵在一起了。全场哗然，许多人下意识地看向三响。大家不用看三香，楚涵早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能和楚涵在一起，还要多谢三香呢。你不用太客气，有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，只要你不介意就好。我是要谢谢你的不上进，如果不是你连楚涵喜欢的生日礼物都买不起，他怎么会对你心灰意冷呢？他要的太多，我确实给不动了。大家知道楚涵生日，三香送他什么吗？一个三流品牌的包包。哼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拿得出手。我一个月工资3700，那个包花了我3500，我不觉得很差。也对，你一个骑电动车的，3500的包对你来说的确很好了。可我觉得楚涵配得上更好的，而你根本配不上楚涵。所以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穷。当然，我有保时捷、劳力士金表、苹果4，我能带楚涵出国旅游。你有什么？你说的这些我暂时没有，但我以后会有的。你凭什么？凭你3700的工资吗？你都毕业1年多了，才拿3700的工资，就算你再努力，这辈子也买不起保时捷劳力士。三响，其实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只是觉得你太不上进了，让我缺乏安全感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个错误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什么可反驳的。我跟你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齐刚、孙楚涵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和其他同学聊天去。而三响看了看手机，发现到了彩票开奖的事，于是把包厢的电视打开了。三响在看彩票开奖，哈哈，想发财想疯了吧？这就是他说的努力赚钱嘛。才20几岁就靠做梦发财了，真可悲。三响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三响摆了摆手，指尖还拿着一张彩票。你还真买彩票啊？这怎么可能中奖吗？你自己看。天啊，已经命中了5个号码。随着最后一颗篮球的出现，姚思璇差点要尖叫出声。中了，中了！三响，你中1等奖了，你中了500万啊！才2个小目标而已，这只是成为首富计划的第一步。你看错了，我中的不是500万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一个一个对过的，你明明就是中了1等奖。你再仔细看看。姚思璇仔细看后，忽然张大嘴巴。你居然投了50倍！三响把彩票收起来，准备离开。三响，中奖了没有啊？中了又如何？没中又如何？我劝你不要做白日梦了，以后好好工作，多挣点钱。对了，记得不要再找我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了，你养不起的。谁说我养不起？我要再找女朋友，肯定找比你更漂亮的，比如姚校花。三响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？这种话也……
就是你把姚思璇当什么了？人家可是校花，多少富二代都追求不来呢。你们说姚思璇会不会当场对他？姚校花，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约会？好，好啊。怎么可能？姚思璇怎么可能看得上三想？姚思璇难道疯了吗？我们走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和思璇要去约会了，不能陪大家继续玩了。希望你们今晚能过得愉快，大家再见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，孙楚涵要气疯了。三想他凭什么啊？他一个月才赚3700，姚思璇看上他哪一点了？孙楚涵越想越不对劲，气冲冲地追了出去。差不多的了，谢谢你啊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好啊，我是不是答应的太痛快了？三想会不会以为我是个拜金的女人？我骑电动车来的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别被交警抓到就行。不过你应该很快就要买车了吧？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我们才刚分手几天啊，你就跟他在一起了？孙同学，你这话说的有点奇怪了。我记得你和三想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吧？他现在和谁约会，似乎跟你没关系吧？姚思璇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非要捡我不要的男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一个月才赚3700，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一辈子买不起海州的房子。谁说他买不起海州的房子？三想现在是随便挑。呵呵，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就凭3700吗？三想刚中了大奖，什么房子都买得起。三想中了大奖？孙楚涵愣住了。是真的吗？你中了多少钱？是头奖吗？三想没有搭理他，跨上电动车拍了拍后座，姚思璇连忙也坐了上去。三想，你别走啊！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？其实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孙楚涵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齐刚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跟三想分开？这女人不去当演员，真是浪费了天赋。孙同学，你还记得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？我的电动车和齐刚的保时捷，你选哪个？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电动车的后座已经有人了，配不上高贵的你，你还是去保时捷里面呼吧。说完，三想带着姚思璇潇洒而去。老高，分手，我送你那些礼物，限你3天之内还回来，否则我跟你母完。第二天，在全国人民的关注，我顺利的拿下支票，奖金共计2.58亿。只是我钱还没捂热乎，一群人就围了上来。先生您好，我是工行的。我是建行的，我是越发行的。原来不是劫匪，是银行来拉存款的呀。诸位想要存款的话，不妨先听听我的条件。第一，政策允许情况下，给我最高利息。第二，为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帮助。第三，7成24小时待命的1对1客户服务。哪家能够做到，我就选择哪个银行。顿时，几个国有银行的代表露出为难的神色，唯有越发行的代表满脸喜色。您的3个条件，我现在就能答应。就你了，三想先生真是年轻啊，真羡慕你的运气。吴行长，我的条件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3个条件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商业行能够给您的利率绝对是最高的，各种金融理财服务，我们越发行也是最有经验的，1对1服务更没问题。稍后我再安排一个私人理财顾问，随时给您服务。还有，我需要开设如下的账户。吴鹏举接过去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单子上的各种账户，有的连他也没听过。这是发了财之后要全面投资吗？没问题，所有这些我都可以帮您开设。那就多谢吴行长了，这些账户我有急用，越快越好。让小陈来一下。三想先生，这是陈青莲，我们越发行业务最好的理财经理，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您的私人顾问，7乘24小时为您服务，所有你需要的账户他都可以帮您开办，有任何理财方面的问题，他都可以为您提出建议。三想先生您好，我是陈青莲，从现在开始为您服务。陈经理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接下来，陈金莲开始为我开办各种账户。等忙活完，已经是中午了。三想先生，中午我请您吃顿便饭如何？你这么辛苦给我办事，还请我吃饭，那我怎么过意的去？中午我请你吧。来到千达商场，三想发现广场上拉着的大横幅，写着第8届海州文化交流博览会。一瞬间，三想猛地想起一件事。前世就在这届博览会上，一个叫张海星的把天体版权以区10万元的价格卖出，而5年之后，天体居然夺得了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。从此，天体的版权价水涨船高，从10万到上亿，8年暴赚了1000倍。不仅仅是天体，张老师的其他作品也是摇钱树啊！既然碰到了，总不能错过。走，过去看看。C65展位里，张海星一脸犹豫地看着面前的一份合同和10万现金。张老师，你就不要犹豫了，我敢保证，不可能有人给出比这更高的价格。据我所知，天体前2部一共才销售了3万册，版税加起来还不到10万，这个转让费用已经很优厚了。我明白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，他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。
张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天体的忠实读者，比任何人都爱天体。而且我们凯乐影视实力非常雄厚，对天体的开发已经有了一系列很成熟的想法，你可以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。就在张海星准备签下名字的时候，三想和陈青莲走进展位。张老师，请别急着做决定，我也对天体的版权很感兴趣，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报价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天体出版都好几年了，之前一直乏人问津，怎么今天一连来了2拨人要买版权？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三想，我从小就喜欢读科幻小说，是张老师的忠实读者。前段时间看了《天体》之后惊为天人，在我心目中这是一部可以永远流传的经典，所以我想把《天体》系列的版权买下来开发，让全世界看看，咱们华人也能写出好的科幻故事。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。天体的确是一部好作品，所以我才愿意出10万购买版权。怎么，你也拿得出10万吗？我出双倍，20万，你说真的？我很看好天体的市场前景，才会给出这个价格。希望张老师能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张老师，你相信他有20万？现在有些人不踏踏实实做事，就靠着坑蒙鬼骗为生，你当啊？是啊，我们凯乐影视有很强的制作班底，天体版权只有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扬光大。至于他，你更愿意相信我们这种有资质的公司，还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年轻呢？张老师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直接转微给你。啥微？三想这才想起来，现在某信还没问世。张老师，我看他是来搞笑的，我还要赶飞机，你要是不尽快签合同，我可就要把钱拿走了。张老师您好，我是月发行高级理财经理，我叫陈青莲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三想先生是我们月发行的高级 VIP 客户，我可以为他的财务状况担保。这种名片10块钱就能印一盒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张老师，我这可是现金。名片的确证明不了什么，那黑卡呢？三想先生，你可以给张老师看一看你的卡。三想立马掏出刚从月发行办理的黑金卡，黑卡是银行界最尊贵的象征，账户里至少得有8位数存款才能办下来。张老师，你现在可以确定了吧？三想先生不但有诚意，也有资金担保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现在跟我们去月发行，10几分钟就能拿到现金。不必了，我相信你们的诚意，我决定了，天体的版权就卖给你们了。闻言，王一凯和蒋乐的脸色巨变，因为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张老师，天体我们不要了，那飞跃木星呢？2位不好意思啊，飞跃木星我也要了。张老师所有拥有版权的作品，我全都要了。2位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可以离开了，不要耽误我和张老师谈事情。你。尽管2人不甘心，却也不敢招惹拥有黑卡的有钱人。没有了其他人的打扰，三想很快就和张海星签订了版权合同。吃完午饭后，三想带着陈青莲去了商业街。我们去干嘛？我想买件礼物送给朋友，你帮我参谋一下。女性朋友吗？对，女性朋友，跟你身材差不多，也像你这么漂亮。在三想的忽悠下，陈青莲跟着他进了香奈儿旗舰店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下我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也不会理别人。齐刚站在一旁，脸色有点不好看。他本来打算分手的，可架不住孙楚涵施展各种绿茶手段，终于还是选择了原谅。原谅归原谅，他可不想给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花钱了。楚涵，店楼最近生意不太好，我手头没太多闲钱，这个包下个月再给你买吧。可是我喜欢这个包好久了，你以前答应给我买的。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光买包就花了6、7万，你现在又要包，当我是印钞机吗？你再这样，我都不知道你看中的到底是我这个人还是包包了。我当然是看中你这个人了，那就下个月再买吧。孙楚涵恋恋不舍地把包包放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三想和陈青莲走进店里。好你个三想，难怪不肯跟我复合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三想也看到了孙楚涵，不过他选择了无视，把店里最新款的包包拿过来。于是孙楚涵刚放回去的包包又到了三想手上。姐，你背一下我看看，美人配名包，很美很养眼啊。不错，就是它了。刷卡。黑卡亮出，店员眼睛都直了。他接待过各种各样的有钱人，黑卡却还是第一次见。三想进店10分钟，狂刷近10万块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，那个包包明明是我先看中的，现在被三想买走了。齐刚，你到底给不给我买这个包？你不给我买的话，我就去跟三想要。齐刚脸都绿了。你疯了吧？你要包包我给你买，跟他要算怎么回事？你如果刚刚给我买了的话，我至于跟他要吗？哼，白丢人现眼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买。对不起先生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下一批货要下个月才能到。哪里？大土豪，你领奖了吗？领了。你是亿万富翁了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必须请客。好啊，一会我去你公司门口等你，吃什么你定。我想吃海底捞。没问题。思璇，等人呢？不会是在等男朋友吧？那咱们公司好多男人就要心碎了。
别乱说，我就等个普通朋友。哈哈，脸红了，肯定是男朋友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玛莎拉蒂。周少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接思璇的？姚小姐，你好啊！听说你今天加班，我过来探个班。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海鲜餐厅，有没有兴趣去尝尝？不好意思啊，周少，我晚上约了朋友吃饭。没关系，可以叫你朋友一起去。是位男性朋友，我们要谈些私密的事情，恐怕不太方便。姚思璇，你疯了吗？严浩可是堂堂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独子，货真价实的富二代，开着100万豪车，随便勾勾手指就有无数女孩尖叫着扑上来，你怎么还拒绝啊？不过越是如此，越是激发周云浩的征服欲。我吃过饭还要去个私人拍卖会，会有很多商界和文艺圈名人出席，认识他们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不好意思，周少，我已经下班了，休息时间不想再谈工作，只想跟朋友放松下。姚小姐，难道在你心中事业还没有朋友重要吗？我从小就是这种不求上进的性格，估计以后也不会改了。那我倒要看看能够让姚小姐放弃事业的男人到底有多优秀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电动车慢吞吞的驶来。姚同学，久等了。姚思璇很自然地跨上了电动车后座，随着电动车远去，周云浩的脸色变得铁青。去告诉你们老板，今晚我要是看不到姚思璇，以后就别想再接绿野文化的生意了。绿野文化可是公司第1大客户啊，你别愣着了，赶紧给老板打电话。另一边，三想他们刚吃完，姚思璇的手机就响了。是我老板打来的，这个必须得接。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混蛋周云浩约我吃饭我不肯，居然跑去威胁我老板，说如果我不陪他参加私人拍卖会，就取消和我们公司的合作。确实是个混蛋，你老板怎么说？老板说我只要去参加拍卖会，就给我2万块的奖金，被我拒绝了。给这么多奖金为什么不去？我陪你一起去，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海州郊区私人博物馆，周云浩没在，再等5分钟，如果看不到他，我们就离开。来都来了，干脆转一转，要是碰到喜欢的话，我也买一副回去。你也懂？你装懂？你看这么多人哪个是真懂的？还不都是附庸风雅？两人在大厅里转了起来，虽然看不太懂画的技巧和内涵，却能看懂价格。哇，280万！就这艺术果然不是我这种凡人能够理解的。你个土包子，懂什么？这是格哈德里希特的画，他是德国著名波普艺术家。这幅画表达了画家对工业化的痛恨和抵制，也展现了孤独悲怆的内心世界。你连这都看不懂，说明你对艺术一窍不通。三想惊呆了，这么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，确定不会被雷劈吗？姚小姐，你来了，很好。不过这个穷鬼是怎么进来的？三想不是穷鬼，他有钱。有钱会骑电动车，还有你没资格参与这种场合。识相的话，快点滚！谁说我没资格？我说的，这里最便宜的一幅画都要几十万，你买得起吗？我看你连画框都买不起。谁说三想先生买不起的？三想先生可是我们越发行的黑卡贵宾。吴行长，你没搞错吧？这小子明明就是个骑电动车的，怎么会是越发行的黑卡贵宾？周少认为我在撒谎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和三想先生有些话要说，周少没事的话就请自便吧。周云浩有些怨恨地瞪了三想一眼，悻悻离去。吴行长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你客气了，别看这些人一个个光鲜亮丽，号称上流，他们能调动的资金未必有你多。与其说是我帮你解围，不如说你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吴行长过奖了。你和周云浩有仇？他想潜规则我同学。周云浩是绿野文化周长华的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很是小心眼，你得提防这点。吴行长多虑了，我看他印堂发黑，很快就会倒大霉，说不定过几天就破产了，拿什么算计我？吴鹏举以为三想只是逞口舌之力，可只有三想知道，下个月初绿野文化就会被美国金融机构做空，惨遭停牌。诸位想必也都知道，我的公司快要撑不下去了。为了救公司，不得不把这些年的收藏品拿出来拍卖。今天的拍品都是我的命根子，希望诸位拿回去之后好好对待。有朝一日我老马要是能东山再起，愿意今日拍卖的双倍价格赎回。人倒价不倒，这才是大玩家风范。今天来的诸位，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都是来帮忙的，我向您们道一声谢谢。马老板不必客气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说客套话了。拍卖会现在开始，有请第一件拍品秦王绕柱，低价300万，一路竞争到480万，才由马少天的一位老朋友拍下。各位，接下来上拍的是民国大师张大千的2幅画作，空明借东风和三英战吕布，2幅作品合并拍卖，起价35万，每次加价1万元。拍卖之前有几点事项需要跟大家说明，这2幅画都是张大千早年的仿作。仿作不就是假画吗？谁会花几10万买2幅假画回家啊？而宾客们也窃窃私语，对这2幅画不太看好。
既然大家不感兴趣，那我宣布这2幅画流拍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：35万。这傻小子是不是以为能捡漏啊？三想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张大千挺有名的吧？我买不起他的真画，买2幅假画回去欣赏也是好的。其实三想这是在捡漏，只要能拍到这2幅画，价格能翻100倍。这位先生出价35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无人竞价，三想十分轻松的以35万的底价拍下。三想，你是不是太好面子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想融入这个圈子也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啊！你知道他们刚刚怎么说你吗？说你是傻子。真这么说吗？谁是傻子可不一定呢。你花35万买2幅仿作，还不傻？如果我能证明我不是傻子，你怎么说？那我就满足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只要不太过分的都可以。嘿嘿，那你等着瞧好了。随后三想抱着2个画种走向了鉴定专家金文山。这不是本场拍卖会第1大好客吗？抱得这么紧，难道是怕人抢吗？你放心拿回去当传家宝吧，不会有人。三想都懒得看他，过去跟金文山说了几句话。金文山脸色一变，连忙用强光手电仔细的照在画上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看了好半天。金大师，这玩意儿还用看吗？放到厕所里当手指都嫌破。你懂个屁！小伙子，这幅3英战吕布确实如你所说有点意思，介不介意我现场操作一下？金大师太客气了，您请便。紧接着，金文山打开工具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整套装裱工具，开始了表演。一通鼓捣，居然把画作表面的一层接起来了。是阶层，以前听说过没见过，原来真有这种手艺。很快，金文山小心翼翼地把整个表层接了下来，露出下层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下面这一层好像更精妙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下面这层画是唐伯虎的《春江花月》原本真迹呀！你们看落款的印章。金大师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不服吗？周云浩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没声音了。小伙子，你的运气真好啊！35万就拍下了这件稀世珍宝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幅画是三想的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运气为什么这么好？我要是天天跟他在一起，能不能沾沾好运？金大师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呢？小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的眼力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专业素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唐伯虎的真迹怎么会藏在张大千的仿作下面？这根本不合理啊！也好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我说它是真迹，主要看3点。一顿解释，众人恍然。春江花月多年来杳无音讯，我本来以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见到，没想到今日有缘得见，这都要多谢三想小友啊！我还要多谢金大师，如果不是你的接画技艺，这幅画也不能重见天日。金大师，这幅画能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来估价的话，3500万左右吧。如果拿到国外拍卖，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。三想先生，我出4000万，能不能把这幅画割爱给我？说话的是海州有名的金融家和收藏家刘恒。刘老板喜欢这幅画。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和徐真卿的书画，我已4得其3，唯独缺了一幅唐伯虎的真迹。今天既然碰到，又怎么能放过呢？三想先生若是能够割爱，我刘恒感激不尽。这幅唐伯虎真迹，我本人也是很喜欢。不过既然刘老板喜欢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。那太好了。至于价格，就按照金大师的估价，3500万吧。多谢三想先生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哈哈，很快就会有的。姚同学，你前面说过的话还算数吗？哼，本姑娘才不会赖账呢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姚思璇表面上回答的一脸轻松，其实心里却紧张的不行。万一三想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我今天累了一天，肩膀有点酸，待会儿给按一下吧。就这。不然呢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回到家的三想立马把手头上的钱分成3份，一笔用来激进投机，一笔用来稳健投资，还有一笔作为后备金以备不时之需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绿野文化很快就会遭受重创，反正你们死定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从你们身上赚的钱，就当做是周云浩对我的道歉吧。第二天，三想来到越发行，我的美股和港股开户办得怎么样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那边还有几个流程没有完成，我已经催过美国和港岛的同事了，最多24小时，一定能够开通。不过瑞士银行账户已经开通了，按照你的要求存入了1笔美元资金，并连通了备保账户。太好了，电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当然可以。三想很快进入了一个网站，这是什么网站？是用来交易比特币的。比特币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听过，是一种电子货币吧？你要投资这个吗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买几个存起来，
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多少钱一个？怎么买？你看我操作吧。说着注册了一个用户名，并往账户里转入了100万美元。陈青莲看傻了，他本以为三响就是玩，一下子就投入了100万美元。谢谢你的电脑。看样子你能赚不少钱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就只有一声谢谢吗？那我送你5个比特币吧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你真想谢我的话，请我吃个饭吧。这可是你不要的，以后不要后悔哦。吃完午饭，忽然有人往三响手里塞了张传单。先生、女士，这是最新开盘的远航新苑高档小区，以6层洋房和联排别墅为主，地段优越，现在优惠价格每平米起价15888元，全款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远航新苑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未来那里的房价都超过12万，现在居然才1万5，我要赶紧投资一波。我花35万买下2幅赝品，众人都嘲笑我人傻钱多，然而下一秒他们都傻眼了。如果我能证明我不是傻子，你怎么说？那我就满足你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只要不太过分的都可以。嘿嘿，那你等着瞧好了。随后三响抱着2个画轴走向了鉴定专家金文山。这不是本场拍卖会第一大好客吗？抱得这么紧，难道是怕人抢吗？你放心拿回去当传家宝吧，不会有人跟你抢的。三响都懒得看他，过去跟金文山说了几句话。金文山脸色一变，连忙用强光手电仔细的照在画上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看了好半天。金大师，这玩意儿还用看吗？放到厕所里当手指都嫌破。你懂个屁！小伙子，这幅3英战吕布确实如你所说有点意思，介不介意我现场操作一下？金大师太客气了，您请便。紧接着，金文山打开工具箱，从里面拿出一整套装裱工具，开始了表演。一通鼓捣，居然把画作表面的一层接起来了。是阶层，以前听说过没见过，原来真有这种手艺。很快，金文山小心翼翼地把整个表层接了下来，露出下层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下面这一层好像更精妙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下面这层画是唐伯虎的《春江花月》原本，你们看落款的印章。金大师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我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不服吗？周云浩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没声音了。小伙子，你的运气真好啊！35万就拍下了这件稀世珍宝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幅画是三响的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运气为什么这么好？我要是天天跟他在一起，能不能沾沾好运？金大师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呢？小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的眼力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专业素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唐伯虎的真迹怎么会藏在张大千的仿作下面？这根本不合理啊！也好，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我说它是真迹，主要看3点。一顿解释，众人恍然大悟。春江花月多年来杳无音讯，我本来以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见到，没想到今日有缘得见，这都要多谢三响小友啊！我还要多谢金大师，如果不是你的接画技艺，这幅画也不能重见天日。金大师，这幅画能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来估价的话，3500万左右吧。如果拿到国外拍卖，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。三响先生，我出4000万，能不能把这幅画割爱给我？说话的是海州有名的金融家和收藏家刘恒。刘老板喜欢这幅画，江南4大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和徐真卿的书画，我已4得其3，唯独缺了一幅唐伯虎的真迹。今天既然碰到，又怎么能放过呢？三响先生若是能够割爱，我刘恒感激不尽。这幅唐伯虎真迹，我本人也是很喜欢。不过既然刘老板喜欢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。那太好了。至于价格，就按照金大师的估价，3500万吧。多谢三响先生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希望我们以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哈哈，很快就会有的。姚同学，你前面说过的话还算数吗？哼，本姑娘才不会赖账呢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姚思璇表面上回答的一脸轻松，其实心里却紧张的不行。万一三响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我今天累了一天，肩膀有点酸，给按一下吧。就这。不然呢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回到家的三响立马把手头上的钱分成3份，一笔用来激进投机，一笔用来稳健投资，还有一笔作为后备金以备不时之需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绿野文化很快就会遭受重创，反正你们死定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从你们身上赚的钱，就当做是周云浩对我的道歉吧。第二天，三响来到粤发行，我的美股和港股开户办得怎么样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那边还有几个流程没有完成，我已经催过美国和港岛的同事了，最多24小时，一定能够开通。不过瑞士银行账户已经开通了，按照你的要求存入了1笔美元资金，并连通了备保账户。太好了，电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当然可以。三响很快进入了一个网站，
这是什么网站？是用来交易比特币的。比特币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听过，是一种电子货币吧？你要投资这个吗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买几个存起来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多少钱一个？怎么买？你看我操作吧。说着注册了一个用户名，并往账户里转入了100万美元。陈青莲看傻了，他本以为三响就是玩玩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投入了100万美元。谢谢你的电脑。看样子你能赚不少钱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就只有一声谢谢吗？那我送你5个比特币吧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你真想谢我的话，请我吃个饭吧。这可是你不要的，以后不要后悔哦。吃完午饭，忽然有人往三响手里塞了张传单。先生、女士，这是最新开盘的远航新苑高档小区，以6层洋房和联排别墅为主，地段优越，现在优惠价格每平米起价15888元，全款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远航新苑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未来那里的房价都超过12万了，现在居然才1万5，我要赶紧投资一波。女士你好，请问是看房吗？我不看房，他看，我是陪他来的。切，开什么玩笑？骑电动车来看什么房？我们这里可是未来的高档洋房小区，电动车是内的。白兰，我肚子忽然好疼，你来接待吧。说着一溜烟跑掉了。剩下来的长发售楼小姐是满脸的无语。我叫白兰，很高兴为2位服务。我为2位介绍一下本楼盘的详细情况。白兰很敬业，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把小区的情况介绍清楚。三响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先生觉得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来人正是周云浩。我说外面那辆电动车怎么有点眼熟？还真是你啊！昨天晚上发了点小财，今天就来买房，果然是小农思维，赚到钱第一步就是先购这个窝。是啊，一不小心赚了那么多钱，不花出去浑身难受。哼，你该不会以为3500万很多吧？反正够买几套房子的。宝贝，你看这小子像个有钱人吗？不像。刚刚外面那辆电动车看到没有？知道是谁的吗？就是他的，骑着电动车来买房，也是奇葩。这时，陈青莲从洗手间回来。三响，这2位是你的朋友吗？我和他们不是很熟。说着，握住了陈青莲的手。青莲，陪我再看看。陈青莲被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醒悟了过来。好啊，你想看多久我就陪你看多久。这混蛋不但走了狗屎运，还有桃花运。先是姚思璇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凭什么？陈姐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在外面一定要给男人面子，不过下不为例哦。你看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小区很不错，我觉得很有升值潜力。小姐，给我开个报价单。不会吧，这个骑电动车的客户真的要买房？他买得起吗？目前全款可以享受95折优惠，还赠送5年物业费。这是最低折扣吗？能不能再让一让了？如果您今天能交定金的话，我可以替您跟上面申请一下。贷款也能享受95折优惠吗？你们如果确实有购买意向，我就去和经理沟通一下，给你们争取最大的优惠，怎么样？那就拜托你了。你们银行最多能给我放多少贷款？你要贷款买房？不然呢？你有那么多钱，为什么不全款买？傻子才全款买，未来10年房子的升值速度比利息快多了，到时候随便卖2套。按照你在我们行的存款，最多能给你8000万贷款。8000万吗？三响正琢磨着，周云浩走了过来。我把7号别墅定下来了，光定金就交了200万。我这样的身家，在这里买房还差不多。你挣的那点钱，我怕你买得起养不起啊。再过1个月你家公司就要破产了，我看你怎么付尾款。美女，我都不明白你跟着他图什么？买个100-200万的破洋房还要犹豫这么久，丢不丢人啊？你要是跟了我，我刚买的别墅随便你住。亲爱的，那我呢？你滚一边去，别耽误我跟美女说话。这位先生，我跟你不熟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现在的确不熟，聊一聊不就熟了吗？周云浩，你最好走远点，别耽误我买房。售楼小姐，你们号称要做高档小区，那就不能为了赚钱而把房子卖给一些随随便便的人。跟你们经理说一声，如果你们卖房子给这种人，别墅我就不要了，我不想和低素质暴发户做邻居。我卖了好几年的房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蛮横无理的要求。就在此时，白兰带着销售经理过来了。陈青莲，怎么是你？元芳，你在这里工作啊？我一直都在远航地产，上个月刚调到这边当销售经理。怎么，是你要买房吗？不是我哪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啊？是我朋友买房。三响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元芳。你就是这里的经理啊？我问你，到底是要做他的生意还是我的生意？怎么回事？售楼小姐赶紧把周云浩的要求说了一遍。这还用考虑吗？我的单子上千万，他的单子最多200万，赚多赚少你们应该拎得清吧？周云浩，你的意思是谁钱多就该做谁的生意，是吗？你这么理解也可以。袁经理，我刚刚看过楼盘了，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我打算买2个单元。此话一出，周云浩哈哈的大笑起来。你吹牛之前打个草稿行不行？2栋楼得5000多万，就算你前天赚了3000多万，还差这2000多万呢。
这家伙疯了吗？这是买房子不是买菜啊，哪有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买的？三小先生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袁经理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财力？他可以给我证明，我不是。三小的财力没问题，他是我们月发行的至尊贵宾，黑卡的拥有者。我们恒给他的授信额度是8000万。三小先生，这2个单元洋房一共是28套房，总价将近6000万，你确定全都要吗？那得看你们的诚意了。刚刚有人说什么来着？谁钱多就做谁的生意，我和周少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吧。你敢？远航地产的程经理和我爸爸是朋友，你们要是敢这么对待我，我就找程总告状，把你们全都开除。三小先生，这个，行了，我就说这玩的，看把某人吓的。很快，2栋楼的总价计算出来了。三小先生，2个单元一共28套房，9折优惠后的总价为58714856元，您的首付是30%，每个月还款218128元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每个月才还这么一定，签合同吧。就这么签了，您难道没有其他问题了？刚刚是这位小姐给我介绍的，我觉得她的工作态度挺不错的，别忘了给她提成。没问题，白兰干得不错。难道我家祖坟冒青烟了？不然怎么会遇到这种好事？所有手续办理完毕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。三小先生，您帮我完成了这么大一笔单子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请您和青莲同学吃个饭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晚上还有事。再过1个多小时，美股将会开市，就拿绿野文化做我的第一个头像对吧？我花600万买下一辆宾利，前女友看到后直接傻眼了。你昨天是怎么回事？打了2遍电话都不接。对不起啊，我昨天办了件大事，把你给忘了。你别生气，给我个机会赔罪好不好？你打算怎么赔罪？请你吃大餐怎么样？顺便邀请你陪我去买点东西。你想买什么啊？买车。老公，你不是有车子开吗？怎么要换车？哼，我现在看到那辆二手保时捷，就想起你和三香那些事，就生气。我以后再也不开二手车了，我要开新车。老公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惹你生气了，我会全心全。这还差不多，三香那小子有什么好的？就是个暴发户而已。小姐，这辆坦克800多少钱？这台车售价170万，不能优惠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齐先生，这都是官方统一售价，我们最多送您点内饰，价格方面的确是不能再降了。您要是觉得价格高了点，店里还有一台08款的二手车，能便宜几十万。我不买二手车。说完，齐刚气鼓鼓地拉着孙楚涵离开了坦克店。老高，不买了吗？先不买了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说想坐在宾利上拍照吗？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我和宾利店的副经理是哥们，去打个招呼就行。那可太好了，我要多拍几张发到朋友圈，让同学们都羡慕羡慕。你怎么有空过来？来看看你怎么样，忙不忙？平时1个月也没个客人，今天还真是巧了，刚卖出1台车。能买得起你们品牌的，肯定是真正的有钱人。对了，让我女朋友借你们的车子拍几张照片行不行？好啊，你想拍哪台？就那台新款宾利吧。王森露出为难的神色。这个有点不方便，那台宾利刚刚卖出去，车主正在签合同，签完就要开走，被车主看到的话不太好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种大人物的车子还是不要乱碰了，碰坏了赔不起。听说不能拍宾利，孙楚涵大失所望，只能选择角落的老款飞驰。姚思璇，你在干嘛？那是你能碰的车子吗？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为什么不能碰？这是齐刚的叔叔买的。你说买车的人是齐刚的叔叔？你笑什么笑？三想这种暴发户，人脉圈子怎么能跟齐刚家里比？姚思璇懒得再搭理孙楚涵，直接坐进了车里。王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去把他拉出来。我你妈！谁是你王哥？我都不认识你。王哥，我是齐刚的女朋友啊。王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女朋友怎么回事？居然骚扰我们的贵宾客户！姚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照顾不周，让她骚扰到您了。您没有受到惊吓吧？没事，她只是跟我开玩笑。玩笑就好，玩笑就好。三想先生已经签好合同了。下一秒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进大厅。赵经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高调？我不太习惯。三想先生，别人买车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也太低调了。放心，就拍张照片，宣传的时候也不会露脸。那就好。此时齐刚和孙楚涵全都不敢置信地看着三想。怎么又是你们？都说冤家路窄，可这路也太窄了吧？海州这么大，怎么天天碰到这两个货？三想，这辆宾利是你买的？没错，是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连个 LV 包都舍不得给我买，居然给姚思璇买宾利。齐刚，孙楚涵刚刚说，买车的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叔叔，见到叔叔怎么不叫人呢？什么叔叔？我怎么不知道三想是我叔叔？怎么回事？老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个屁！你给我戴绿帽子也就算了，
还给我认了个叔叔孙楚汉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一刀两断。三想，都是你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的选择。亲爱的，车也买了，我们该去兜风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开几百万的豪车就挺好而已嘛。不然又怎么样了？我月薪3000，却开着宾利上班。三想，这个项目怎么搞的？甲方节前不就让你修改吗？你改的什么玩意儿？军哥，亲亲爱广告设计的文案，客户明明说可以定稿了，怎么又改了主意？客户说稿子不行，你赶紧重写。这个广告下个月就要推出，要是在你这个环节耽误了，我扣你工资。长假已经结束了，大家收收心，把精力重新放到工作上。如果有人懈怠工作、偷懒耍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想，你还发什么呆？董事长的话你难道没听到吗？今天下班之前，我要你的修改方案。如果客户还不满意的话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不就是个广告文案吗？前世我没经验写不好，重生之后的我可是有着无数个点子啊。上午趁人不注意，三想一边写文案。三想，军哥让你去他办公室，董事长在军哥办公室呢，好像刚发了脾气，你最好小心点。不就是个广告文案吗？急什么急？董事长、李总监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三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让你修改客户文案，你居然上班炒股，你把公司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长假，董事长在公司安装了摄像头，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抓到了你这个浑水摸鱼的。三想，你进公司也有1年多了，应该知道公司的规矩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承认我用上班时间炒股，公司不管怎么处罚我，我都认。既然你承认了，那就收拾东西吧。你放心，公司该给的赔偿都会给你的。你以为我想来上班了，还不是想收购你的公司？好吧，这是改好的文案，我去收拾东西了。董事长，都怪我御下不严才会出现这种事情，我自行处罚，请董事长批准。公司风气的确要肃清一下了，你这个月的绩效减半。怎么了？我被开除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工作时间炒股，被摄像头拍到了，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，让我立刻走人。三想，跟我去董事长办公室。还有什么事？我都被开除了，董事长不会还要教训我吧？好事是好事，你快去吧。叶小姐，你找我？你还挺有个性，能说说这份文案是怎么想的吗？就这，叶小姐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不开除你了，所以你还得继续给我工作。你说不能辞就不能辞吧？那我回去工作了，先让你嚣张一段时间吧。等我买下公司，我当董事长，你给我当秘书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嚣张。被开除的三想又回来了，理直气壮地利用上班时间炒起股票来。下午，当他回到公路的时候，赫然发现叶冰凌正在摆弄着他的电脑。糟了，1天之内被抓到2次，我是不是太不把董事长当饭菜了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你开除我吧。叶冰凌没理他，目光紧盯着屏幕，随后又深深地看了三想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走了。这就完事了？难道我的才华已经强烈到当场摸鱼被抓都不会被？当三想把目光落在屏幕上的时候，猛地醒悟过来，糟了，没办法保持低调了。叶冰凌回到办公室，立马把三想的祖宗18代查了个遍。可如果三想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，刚刚看到的600多万持仓是怎么回事？也就是说，我手底下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员工，比我都有钱。董事长，听说三想又炒股了，这家伙屡教不改，太不像话了，要不要马上开除他？三想那份文案，甲方有什么意见吗？客户很喜欢，还问后续的文案能不能也这么精彩。那就派他专门对接这个项目吧。还有，把他安排到我隔壁办公室办公吧，我来监督他。董事长，隔壁室是我啊。那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可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了。等李军走后，叶冰凌打开了股票系统。为什么我就不懂投资呢？工作时间摸鱼，还是连续2次都没被开除，牛啊！你们就别嘲笑我了。谁敢嘲笑你啊？现在大家都在传你上面有人，不然怎么连董事长都不放在眼里呢？三想，收拾一下你的东西。大家看到了吧？我上面真没人，我走了，你们别想我，咱们山水有相逢。说什么呢？不是开除，是给你安排了一间独立办公室，以后你就专门负责亲亲爱的宣传项目。什么？上班摸鱼炒股被抓2次，不但没开除，还升职了。三想啊三想，你小子还敢说上面没人？很快，三想搬到董事长隔壁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公司。不愧是整个公司第2豪华的办公室，真不错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下班回家。出了办公室，三想往隔壁瞄了一眼。前世似乎就是最近这段时间，他投资失败，才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。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得到他的信任，帮他躲过这一劫。三想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车库。三想，过来一下。董事长，有事吗？晚上陪我参加一个会面。见客户。董事长，我已经下班了。算你加班，3倍工资。
这不是公布工资的问题吗？5倍工资。好嘞，你也不问去做什么？5倍的工资，只要不是把我卖了，做什么都行。随后，叶冰凌按下启动按钮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。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董事长，你这车子是不是从来没换过电瓶？电瓶？这又不是电动车，换什么电瓶？哎，女司机啊，你看到这个有正负极符号的图标了吗？这是电瓶图标，它在不停的闪，说明汽车电瓶的电量耗尽了，所以车子无法启动。这个图标好像闪了好几天了。那你就没想过它为什么会闪？这是电瓶在喊救命。我还以为是在充电呢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必须得换电瓶了，我可以帮你找个专业修车的朋友过来。要多久？他带着电瓶过来，再加上更换的时间，最少也得1个半小时。来不及了，车子就放在这里，我们打车走。董事长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坐我的车子去。什么？你要我坐你的电动车去见合作伙伴？我换4个轮子了。你的车子在哪里啊？三想掏出钥匙一按。你开宾利上班，你以前不都是骑电动车吗？昨天刚买的。车子不错，花了多少钱？600万。又是600万，股票账户里600万，车子600万，这就是1000万身家了。你都1000万身家了，为什么还要赚3700一个月的工资？董事长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董事长邀请我参加同学会议，不知一场灾难在等着他。老板，咱们今天要见什么人啊？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？我准备。见个朋友，你待会儿不要说是我的员工，就说你是我的男朋友。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我没干过这种事，所以得加钱。10倍工资，够了吧？太够了，谢谢董事长。到时候不要乱说话，认真听就行。当我需要你给出意见的时候，你要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我，明白吗？所以，我其实是个参谋。叶冰凌没再回答，而是闭上了眼睛。这个死要钱的家伙真的能帮我吗？希望不要穿帮。很快，两人来到我你妈大酒店。爱德华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也刚来。冰凌，这位是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三想。啊？三想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。三人落座后，爱德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三想先生，你和冰凌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她交了男朋友？我和冰凌认识的过程，那可真是说来话长。我还记得那天布达拉宫的天空无比湛蓝。你们在藏地认识的？冰凌，你什么时候去的藏地？我哪去过藏地呀？这家伙胡说八道呢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那段传奇而又浪漫的认识过程，一时间感触万千。爱德华，这些事情待会儿再说。投资的计划你带来了吗？都在里面，你看一下吧。叶冰凌打开 iPad 翻看了起来。三小，你看起来年纪比我和冰凌要小一些啊。我今年25岁。才25岁，那不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？刚毕业1年多。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也是做广告的。原来也是广告界的精英啊！我的团购网站上线之后，会有很多广告宣传方面的需求，来交换个名片吧。万团网 CEO， 我尼玛真敢写，人家千团大战，你直接来个万团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出门太匆忙，忘记带名片了，改天补给你。无妨。三想先生，你对目前的团购市场怎么看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浪费钱搞团购。三想，别胡说。冰凌，让他说吧。创业阶段就是要集思广益，吸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才能避免走弯路。或许三想在这方面有真知灼见呢。冰凌，你打算投资这个项目？目前来看，项目的前景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团购是现在的风口，也是未来的趋势，值得尝试。没错，你有宣传资源，我有技术和运营团队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那整个项目需要投资多少钱？谁来出资金？股权怎么分？我个人出资300万，加上运营技术和商户资源折算500万，冰凌出资500万，加宣传资源折算300万，总投资1600万，我占股51%，冰凌占股49%。我准备用3个月时间，在海州市场拿下15%的市场份额。你先等等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，简直就是大错特错。三想，叶冰凌气坏了。你丫的在胡说八道！你的10倍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只要是以技术作为产品和业务模式的支撑，就一定是寡头格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市场只有一个生长，其他的都会死亡。市场份额只有100%或者0%，没有中间数。爱德华和叶冰凌听得都懵逼了。第二点，你们一共才出资800万，就想搞团购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这点钱投进去都听不着响。800万只是启动资金，我们会融资的。这就是最重要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。你口口声声说要融资，说的好像你只要去找就有资金等着你，那可真的是太天真了。现在团购行业这些参与者，不是有大公司当靠山，就是已经拿到了融资，哪一个的实力不比你强？资本为什么不投在他们身上，而非要投给你这么一个要啥没啥的小网站？爱德华听的是哑口无言，叶冰凌也心乱如麻。如果他真的听信了爱德华，贸然投资的话，很有可能输得很惨。三想，你懂得这么多，那如果你来做团购呢？我来做也会输得很惨。
我只是开了重生外挂，又不是开了无敌外挂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团购的确不能投资。冰凌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我有米国的先进经验，你相信我，团购很有前途的。那刚刚三想说的那几个问题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这份投资计划，我看还是算球了吧。冰凌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累了，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董事长，刚刚我说话有点冲，你别介意啊。不会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这番话，我可能已经决定投资了，那可能就是一场灾难。当然是一场灾难，我把你从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中拯救过来，你该怎么谢我？三想，如果团购不能投资的话，那你觉得真实集团怎么样？他的影业公司正在寻找投资，我打算投一笔。我操！我尼玛，叶冰凌啊，叶冰凌，我才刚把你拉出狼窝，你又要冲进虎穴。董事长，你干嘛这么急着投资？我有点饿了，去餐厅边吃边说吧。三想，你刚刚对团购的那些看法，都是你自己想的？当然不是，那都是我前世在财经杂志上看到的马后炮。没错，都是我平时观察和思索出来的。别人陪我吃饭的时候，都会主动寻找话题。三想倒好，自己玩起手机来了。三想，你难道不知道吃饭时候玩手机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，我不是在玩手机，是美股马上就要开市了，我得下几个单。美股？你还投资了美股？一点点耶。我看过你的简历，我想知道你这么一个从小普通到大的人，是怎么开上宾利的？董事长，这些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吧？我想我猜到了，我有证据。三想刚想问是什么证据，手机响了。三想，我昨天给我妈买的迪奥口红好像落在你车上了，你帮我找找。是吗？也许落在后座了，待会儿我帮你看看。你干嘛呢？在外面陪客户吃饭。哦，那你忙吧，晚上早点休息，别太累了。你也是。董事长，你刚刚说什么证据？叶冰凌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才知道那支口红跟他猜想的某些交易无关。他满脸通红的抓起酒瓶，一杯接一杯。董事长，你别喝了，差不多了。三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陪我去见爱德华吗？因为我看到你的股票账户了，你炒股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我觉得你肯定懂投资。我家里的人都不希望我成功，想让我早点嫁人，我偏偏不。我想用我的能力证明，可公司最近遇到了麻烦，业绩不断下滑，我压力好大。我想用投资来扭转局面，可我不懂啊，家里人也不愿意帮我。平日里冷若冰川，惜字如金的叶冰凌，喝醉之后，把心里的秘密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全都说了。果然，人人都有难念的经，叶冰凌这么优秀的女人也逃不过。董事长，叶冰凌，喂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。三想只好背起叶冰凌，去了附近的酒店。三想，你个混蛋，居然敢对我做这种事！我怎么了？你昨晚对我干了什么？你昨晚喝醉了，我不知道你的住址，也打不开你的手机，只能把你背到这里开房休息。你送我来休息可以，可我的衣服是谁换？哇，是我请酒店服务员帮你换的，我怎么会干这种成人之危的事情？叶冰凌这才松了口气，还好，清白还在。来到车上，三想想起昨晚叶冰凌说的那些话，决定给他一点帮助。董事长，你最近是不是也在炒股啊？我最近有个看好的股票，要不要给你推荐一下？好啊，飞翔集成还不错，你可以入手一些。我感觉最晚下个月就会有一波行情。真的吗？要是不靠谱的话，我就扣你工资。你还是当我啥都没说吧。一进公司，三想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。老实交代，你跟董事长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海庄，今天早晨有人看到你和董事长从酒店一起出来，现在公司了都在说你是当朝驸马，都打算好好的溜须你呢。我不用说了，哥们为你感到骄傲。不过你也真是的，带董事长出去开房能不能大方点？你要是钱不够，哥们借你，等你真当上驸马再还我。好家伙，原来他把我当成了驸马爷。你说你都已经把董事长搞到手了，我可是你的好兄弟，你怎么也得给我安排个总监当当吧？别做梦了，赶紧回去工作。三湘兄弟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此时叶冰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她满脑子都是昨晚的事情。我昨晚不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？再也不喝酒了。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唐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正在筹备新戏吗？我听说你谈恋爱了，过来审讯你。你听谁说的？我今天跟李军见面谈杂志封面的事情，他告诉我的。李军疯了吧？他说你男朋友是公司员工，叶冰凌啊叶冰凌，没想到你这个小兔子吃起窝边草来了。你说你是不是搞潜规则了？没有的事，还不承认。李军说那个人叫三想，你为了谈恋爱方便，特地把人调到隔壁。还有人看到你们两个今天早晨从酒店一起出来。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叶冰凌越想越气，一拳敲在办公桌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又不是不让你谈恋爱，我就是怕你受骗上当，过来帮你把关。我真的没谈恋爱，我和三想，我们好，我相信你。你们虽然去开房了，也不代表什么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了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叶冰凌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本地复述了一遍。你说他是个炒股高手，股票账户里有600多万，还把团购的前景看得很透彻。你都喝得不省人事了，他送你到酒店后什么都没做，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？好了，我不逗你了，这男人还不错，挺适合你的。别胡说，我和他不可能的。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要，那介绍给我吧。他就在隔壁，你可以自己过去认识啊。你以为我不敢？说着就要开门去隔壁。快回来！哈，怕了。我们真没什么的，我都说了，我只是想跟他学股票投资。你看，这就是他推荐给我的股票。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平时也研究股票的，怎么不知道飞翔集成有利好消息啊？我看你就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。我哪有？干脆中午一起吃个饭，我替你考他，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考试，我就相信你真的只是跟他学东西。那我问问他吧。中午高档餐厅内，三想看着对面的一线女星唐诗，心中很是惊喜。聊聊你的情况，你是海州本地人吗？我是云山县的，考上海州大学之后才过来这边。外地人啊，那以后有买房的打算吗？只有买了房子，才算真正的海州人。已经买了。多大平方的啊？大概3间平。你买的是住宅还是厂房啊？住宅，买了28套。边莲，你这朋友还真是。算了，我听说你炒股很厉害。还可以吧。赚了多少钱啊？不问女人年龄，不问男人收入，这好像是很基本的社交礼仪吧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肯定是赔了很多钱，还买了3000平米的房子。你咋不说你把故宫买下来了呢？至于说炒股，肯定就是个骗子。算了，吃饭吧。就在这时，远航地产的经理袁凤走过来。三小先生，袁经理，这么巧啊？是很巧啊，远远看着像您，过来一看，同事们听说我做了您的大单，非得让我请客。你们不是总跟我打气，一口气买了2栋楼的大客户是什么样子吗？今天就看到了，这位就是三想先生，远航新院最大的业主。话一出，众人一拥而上。三想先生您好，我是远航景苑销售部的小陈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三想先生，我是远航盛苑销售部的小刘，我们城苑以联排别墅为主。三想先生，我是远航新天地的，欢迎您来看房。三想手忙脚乱地接过名片，我回去研究研究，如果有兴趣会联络你们的。三想先生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和朋友用餐了。众人离开后，三想才发现叶冰凌和唐诗正用古怪的目光盯着自己。三想，刚刚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呀？都是卖房的。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我听他们说你是大客户。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买了28套房。真的假的呀？此时两女的脑子都乱哄哄的，还是有些不信。我还是怀疑这小子吹牛。待会儿回到公司，你配合我一起看看他的股票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。回到公司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接下来棉花价格会上演过山车一般的大幅度暴涨和暴跌。随即三想向期货账户里转入5000万元，同时启动了20倍杠杆。建仓完毕，三想起身出门去倒茶。他出去了，对。两人偷偷摸摸地钻进了隔壁。我替你望风，你看看他电脑。叶冰凌绕到办公桌后面，目光落在屏幕上，顿时愣住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三小买了棉花期货5000万，还加了20倍杠杆。神了，真的假的？唐诗也顾不得望风了，冲过去，他也傻了。他一定是疯了。三想回到办公室，奇怪，我记得我关门了的。转眼到了下班时间，三想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叶冰凌和唐诗进来了。董事长，有事吗？三想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下午我们偷偷进了你的办公室，看了你的电脑，你买棉花期货的事情，我们知道了。看来下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可得把门锁好。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投那么多钱，还有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风险吗？只要一个小波动，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敢这么做，你一定是疯了。边莲，咱们走，不管他，等他亏光就知道风险了。谁说我亏了？交易所刚结算完毕，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今天的战果？叶冰凌和唐诗对望一眼，走过来看向电脑屏幕。900万。在他们的注视下，三想轻点鼠标，把900万盈利又投入进去。你干嘛？你都赚了这么多了，见好就收吧。才900万，早着呢。今天只是刚开始，棉花的行情会一直持续到明年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收手的。明年一天就赚了900万，这要是一直赚到明年，得赚多少钱啊？老同学在吗？我是三想，有点事想请教你。老同学，怎么想起我了？听说你在斯坦福留学，不知听没听过 Instagram？那是什么？
是一款滤镜软件。你要是有菠萝手机的话，能在 APP 商店搜索到。我用的是安卓手机，不过我室友用的是菠萝，我问他一下，你稍等。几分钟后，我看到了，是一款挺有意思的滤镜软件，我室友也在用。你打听这个干嘛？ Instagram 的创始人就是斯坦福毕业的，算是你的学长。这个公司就在大学附近，我对他们很感兴趣，但是联系不上，不知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，替我去要个联络方式。你想干嘛？实不相瞒，我想投资这个公司。好的，我会帮你打听的。太感谢了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此时万里之外的米国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某个公寓楼中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有个高中同学多年没联系了，突然说要投资米国一个公司，想让我帮忙联络，那不是挺好的事情吗？我恰好知道他的情况，大学毕业之后在广告公司上班，每个月就几千块工资，拿什么投资米国的公司？那他干嘛这么说？难道是想吸引你的注意？这种招数也太蠢了吧！可惜了，其实我高中时候对他印象挺好的，没想到他变成了这种人。第二天，三想公司就有无数彩带从天而降。这是怎么了？三想，恭喜你，亲亲爱非常喜欢你的文案，决定和我们公司长期合作。你给公军哥签个合同而已，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吧？别叫军哥，叫阿军，阿军比较亲切。你和董事长的关系我都知道了，你尽管放心，以后在公司里面，你说东我就往东，你说西我就往西，我就是你手里的一杆枪，你只拿我就打了，为你上刀山下油锅绝无二话。看来驸马的名号是摘不掉了，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！阿军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三想哥器重。还有件事，亲亲爱那边希望你能再给出一套宣传文案，还是走这种高品位小浪漫的风格。他们想在哪里投放？男人风、时尚男士和体育画报这几个男性群体为主的杂志。你去跟客户说，杂志广告已经不流行了，而且时效性太低，缺少反馈，真想爆火，去微博做。微博那上面也能做广告吗？你好歹也是个广告人，怎么一点都跟不上形势？微博的用户数马上就要到5000万，哪个传统媒体能有这么大的覆盖面？行，我马上去给客户那边沟通。记住，这是高科技新媒体的广告策划，得让客户加钱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来电的是姚思璇。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都怪我不好。先别哭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我在公司旁边的马路上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三想挂了电话就往外走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干嘛去？我请个假。你不是董事长吗？他怎么比你还牛啊？思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本来绿野文化下个月要举办展会，由汇聚策展来执行，可就在今天上午，绿野文化没给出任何理由就把展会取消了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仅仅是周云浩说过要报复他。三想，绿野文化取消了下个月的展会，他们都说是我拖累了公司。你不要有压力，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。你怎么解决？我找个朋友去跟周长华谈谈。送姚思璇回公司后，三想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半小时后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，来人赫然就是拍卖会的刘恒。刘董，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债，不管是钱还是人情都。两人来到绿野大厦前台。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？找人。找哪个部门的？哪位呢？周长华。找我们董事长。你们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，你告诉他，新恒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恒先生想要见他。前台迟疑了片刻，还是拿起了电话。两位请跟我来，董事长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们。刘董，这是那阵风把你吹来了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准备一下。我也是临时接到这位小朋友的电话，陪他过来做个斡旋。这位是？我叫三祥，周董你好。三祥小兄弟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不知你有何贵干？我其实就是想来问问，绿野文化作为美股上市公司，对于合同信用问题是怎么看的？是不是自己签署的合同都可以当做废纸一样，说违约就违约？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三祥把汇聚策展的遭遇说了一遍，随后又补充了几句。身为一家在美股上市的公司，贵公司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自己，也代表着华夏上市公司的脸面。这类违背契约管理混乱的行为，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，甚至对贵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。小兄弟言重了，不就是个100来万的合同吗？对于家大业大的绿野文化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不过这件事我并不完全清楚，若真如小兄弟所说，我会问问下面的人，让他们改正过来。只是改正？难道周云浩公器私用，不该向汇聚策展道歉吗？让我儿子道歉？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，否则一错再错，一错到底，那就谁也救不了了。此话一出，周长华放声大笑。很好笑吗？错的是你才对。什么叫公器私用？我是绿野文化最大的股东，绿野文化就是我家的，这不是公器，是私器。至于让云浩道歉，更是可笑。云浩敢道歉，有人敢接受吗？刘董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实在是这个小兄弟太不懂事，这件事不必再说。周董不必急着做决定，
我相信时间会让你冷静下来，知道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对。我等你的道歉。说完，三想起身，扬长而去。这都哪儿冒出来的精神病？三想，今天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以后我公司那边有会展方面的业务可以做的。刘董觉得我在乎的是100来万的业务吗？你一幅画就赚了3000多万，我想应该不在乎。在乎也好，不在乎也好，绿野文化得罪我了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三想做空绿野文化的事情，迟早瞒不住。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个正当的理由。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我回头再给周长华打个电话。不必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谢谢刘董你。和刘恒分开后，就回了公司。月薪只有3700的他，直接把老板气出了内分泌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唐小姐，你不是个演员吗？难道最近没戏拍吗？为什么天天都泡在我们公司啊？我当然有戏拍，再有1个多月就开机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？你知道呢？冰凌生了你1下午的闷气。为什么生气？还不是因为你旷工。我请假了。他没批准啊。那就扣我工资吧。扣工资？美的你，我看你这回要倒霉了。随后，三想忐忑地走进叶冰凌的办公室，果然见他含着脸。董事长，下午的事情。叶冰凌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。文案呢？什么文案？我们公司刚和亲亲爱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，需要一揽子的宣传策划。你作为文案负责人，理应拿出作品来。我问你，文案呢？昨天才签的协议。我不管是哪天签的协议，如果客户今天就要文案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什么你？如果你写好了文案，别说旷工了，就算你1个星期不出现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可你完成了吗？三想叹了口气，叶冰凌暗喜，以为他要低头认错了，谁知三想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个文件。董事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文案就在这里。这星期我是不是不用来上班了？叶冰凌瞪大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董事长，文案放这里了，你慢慢看。我要下班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聊。说完就溜了。刚到家，老妈就打来了电话。妈，想我了。你有什么好想的？我现在只想抱孙子，不然整天打麻将，无聊死了。那个，妈，我还年轻。你都25了，还年轻什么？我25的时候，你都能打酱油了。年代。少废话，我托你表姐给你介绍了个姑娘，约在今晚见面。你现在马上过去。我可警告你呀，必须得好好跟人家姑娘相处，否则今年过年就不要回家了。老妈的电话刚挂断，表姐的短信紧随而来。三想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现在就过来，记得打扮的帅气点。表姐，你还比我大1岁呢，为什么舅舅舅妈不催你结婚？可能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，才这么急让你结婚生孩子。表姐，今天这是你帮我混过去，改天我请你吃必胜客。没问题。一言为定，有了表姐这个内应，老妈那边应该可以很容易蒙混过去。其实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姑娘，人挺优秀的。我现在以事业为重，暂时不想考虑爱情。就你那个广告公司的破工作，1个月才赚3000多，算什么失业啊？要我说啊，你赶紧辞职，来我们公司上班，不但赚得多，年轻姑娘也多。算了吧，我最近很受董事长的器重。是吗？给你涨工资啦？那倒没有。那有什么用？别听老板给你画大饼，只有吃进肚子的饼才是真的。两人正聊着时，一个打扮很哇塞的女孩走了过来。古欣，你来了。宋姐，刚刚路上有点堵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是三想。你好，我是古欣。入座后，两人便正式进入了相亲环节。我年纪也不小了，相亲就是奔着结婚的目的来的。你的个人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些，基本符合我的要求，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要提前说清楚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彼此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敞开说，合得来就处，合不来就当多认识个朋友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以后是要定居在海州的，所以希望结婚对象能够在海州买房。全款买房的确有点困难，但是首付应该没问题。三想，你表个态啊？没问题。能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目前的工资是多少吗？我工资3700。我听宋姐说，你都毕业1年了，怎么工资才这么点？我那是个小广告公司，老板又心黑，所以赚的少。目前海州内环边缘的房子，每平米大概14000元了，你的工资3700，你觉得这个收入够吗？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别，三想虽然现在赚的少，可只要再奋斗几年，月薪很容易就过万了。三想，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呢？有没有打算换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？我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。难道你打算一直拿3700吗？如你所说，你的公司那么小，老板又心黑，月薪过万遥遥无期啊。其实我不用说了，等会儿我闺蜜过来，他们地产销售部最近正在招人，你投个简历吧。如果你能够在半年内工资涨到5000以上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这个我暂时还没换工作的打算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知道吗？我闺蜜前几天做的一单，拿到10几万提成，这种收入难道不比你在广告公司拿死工资更好吗？ 10几万，
你说的是那个吗？宋姐也听说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当然听说了。你说有钱人也真是奇怪啊，买房子比买白菜都痛快。三想，你和我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，你如果能跟我一起努力，我才会接受你，不然我们还是就此打住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你说的很好，真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。现在也不晚，如果你真想加入房地产行业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正说着，有人四处打量着走进了咖啡馆。白兰这边，这姑娘不是远航新苑的售楼小姐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啊。三想先生，你们认识？他就是。我们以前在一个公关活动上见过。没错没错，我们是活动的时候认识的。既然你们认识就太好了。古仙，三想就是你的相亲对象，你们聊得怎么样了？我还要考察他。还要考察？这种年少多金的土豪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还考察什么啊？三想现在的工作赚得太少，根本买不起海州的房子。你们公司不是正在招人吗？能不能把三想招进去？古欣的要求也太高了吧？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首付买下2栋楼的人，也属于赚的少吗？再说，招三想进我们公司干嘛？当业主委员会的会长吗？白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却发现三想冲他挤了挤眼。好啊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多谢三想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如果半年内你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就和你谈朋友。谢谢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不给你丢脸。只因我毕业2年半还没对象，父母便急着给我安排相亲。三想，如果半年内你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就和你谈朋友。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不给你丢脸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要回去复习会计师考试的资料，就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必了，我家就在附近，宋姐和白兰的家比较远，你还是送他们吧，我们改天再约时间见面。古欣走后，宋杰瞄了眼三想，又瞄了眼白兰。哎呀，忽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事，你送白兰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一溜烟的也跑了。三想先生，我今天没影响到你吧？你说古欣啊？没有，我本来不想相亲，可拗不过我妈，过来应付一下差事。其实古欣人挺好的，上进心特别强。我看得出来，可惜不适合我。两人聊着聊着，白兰的手机响起。三想先生，售楼处临时有事，我得马上回去。那我送你吧，正好我想再看看你们楼盘的别墅。你还要买别墅啊？以后我父母搬来海州的话，他们住惯了平房，不喜欢高层，就给他们买个别墅凑合吧。有钱真好，别墅都只能算凑合。此时售楼处，一对年轻情侣正在沙盘前观看。王代、赵凯，你们好啊！巴兰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们急着叫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和赵凯打算买房子，听说你在这里卖楼，特地过来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下。你们赚大钱了？不是我们了，是赵凯的爸爸这2年包工程赚了点钱，就要给我们在海州买个房子安定下来。好羡慕你啊！才1栋房子而已，没什么了。倒是你，听说这2年也混得不错啊，在海州买房了吗？我还没买。你怎么还没买房啊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很想买啊，还不是因为买不起，我还在攒首付呢。我还以为你早就买房了呢，不过海州房价这么高，买不起也正常。这姑娘不像是来买房的，倒像是来炫耀的。赵凯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还暗恋过白兰。你总提小时候的感情才纯粹呢，不用考虑家庭条件，也不用考虑工作，只要喜欢就够了。不过我都没放在心上，你紧张什么啊？难道你现在还喜欢白兰？那个，要不你们再研究一下，我朋友正好也要买房，我先给他介绍一下。喂，这么年轻就要买房，那白兰你可要好好把握，别像错过我们家赵凯似的，又错过一个好男人啊！幸好白兰也没看中你家赵凯，不然也碰不到我这个绝世好男人了。你说你是绝世好男人，不知道怎么个好法？难道比我家赵凯更好吗？我好不好，白兰知道就够了，不必跟你们说。那我倒要看看绝世好男人到底买不买得起房。三想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和白兰去了一旁。赵凯，看到你魂牵梦萦的女神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心里什么滋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？前几天你说梦话喊白兰的名字，我都录下来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我就是梦见她了，能说明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小心思，你这些年根本就一直没忘了她，不然我怎么一说来找白兰买房，你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？我以为你真的要买房。喂，当然买了，不过不能在白兰手里买，我才不会让她赚提成呢。白兰，我就决定在这边买了，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大笔钱，所以我想直接找你们经理买，让他给我们一个大点的折扣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联络原经理。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让你白跑一趟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朋友也要买房。是吗？打算买哪栋啊？我还在考虑。那就慢慢考虑吧，毕竟买房是一件大事，要是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个不合心意的房子，那可就糟心了。三想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今天就是来示威的，这也没办法，都是你太漂亮惹的祸。
这时，一群人走进售楼处，为首的中年男人一进来就东张西望。薛总怎么来了？咱们也太有面子了，薛总亲自来接待。薛总亲自出面，不得给个大折扣啊！别愣着了，先打招呼啊！薛总，我们就买一个小房子而已，居然还劳动您的大驾啊！你们两位是？薛总，我叫赵凯，我爸爸是凯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两位如果要谈合作的话，去找工程部；要买房的话，直接问售楼小姐。说完，直接越过两人，朝三祥走去。怎么回事？薛总不是来接待我们的，那他来干嘛？三祥先生你好，我是薛显贵，我正好在视察这边的楼盘，听说你这位大客户来了，特地过来拜会。薛总客气了。三祥先生上次来给我们远航星苑送了一扇大生意，今天又有什么指教啊？打算给我父母买栋别墅。哈哈，三祥先生这么孝顺，我必须得支持。今天你不管买哪一栋，我都拍板给你市场最低价。薛总此话当真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盼着你不客气呢，你越是不客气，我就赚的越多呀。那好，刚刚白兰说9号别墅位置最好，我觉得不错，所以我自己留一栋，再买一栋，以备有些亲戚来海州串门，正好把那一排都买了。你的意思是买3栋？没错，8号、9号和10号我全都要了。真能吹牛，这是买房子，又不是买白菜，而且这是别墅啊！他一定是为了在白兰面前逞能。没错，白兰一个卖楼的，怎么可能认识这么有钱的朋友？三祥先生每次来果然都能带来惊喜，你这么爽快，我也不能输给你。85折怎么样？3栋别墅将近3000万，薛显贵张口就给打了85折，直接打下去一套洋房的价格。多谢薛总，你是我的财神爷，我得谢谢你才对。手续让下面的人去办，咱们去喝杯茶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房价可以打折，提成可不能打折呀。三祥先生，你放心，提成肯定不会打折的。这回你的首付应该攒够了吧？此时白兰激动的浑身在发抖，上次提成他分到了10几万，加上这次他不但攒够了首付，还余出了简单装修的费用。你就是白兰，小姑娘不错，很有能力，明天到集团人事部给你安排个新岗位。谢谢薛总。三祥先生年少有为，不知是做哪一行的？我是做投资的。我已深入局拿下房产承包权，三享新公司正式成立。三祥先生年少有为，不知是？我是做投资的，主要投资哪一方面的？股票、外汇、期货、实业，只要能赚钱，我全都有所涉猎。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还在工地上搬砖呢。薛总说笑了，你白手起家的故事我也有所耳闻，能从包工头发展成地产上市公司总裁，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呢。没想到三祥先生还挺了解我，看来平时没少关注房地产市场。房地产这种暴利行业，我当然会更加关注一点。房地产现在很难做，不瞒你说，我去年新开发的远航星苑和远航新天地销售情况都不太理想。远航星苑好在有你这位大豪客，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，但新天地那边还是没有起色，我正发愁呢。远航新天地那里现在属于城乡结合部，但是在明年5、6月份，海州更改了原本的地铁规划，在远航新天地附近增设地铁站，直接带动整个地块蓬勃起飞，这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啊！三祥先生，你有没有兴趣投资房地产呢？薛总缺资金啊，做我们这一行的永远都缺钱。你需要多少钱？多多益善，我可以给你投资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请说。我要包下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权，1年之内全部汇款。三祥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薛总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条件。那我们就深入的谈一谈吧。于是两人聊了999分钟，大致的合作意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是签合同。三祥先生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，一定会很愉快的。三祥走出办公室，发现白兰正在等他。你和薛总谈什么了？聊了聊合作的事情。合作？薛显贵可是高高在上的大老板，三想跟他谈的合作，至少也得几千万上亿吧？对了，我有个问题问你。你说。如果我想请你为我工作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卖楼啊。没错呀，我就是要你卖楼，我把远航新天地包下来了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兴趣帮我？白兰懵逼了，他没想到三想把整个小区全都包了下来。不用急着回答我，先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我这边随时欢迎你。第二天，三想上班又迟到了。三想，到我办公室来，你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迟到？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点才华，搞定了亲戚爱的文案就了不起了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？董事长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是为了公司才迟到的。那你倒说说看，你是怎么为了公司才迟到的？今天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我绝对不会再纵容你了。这是我昨天替公司谈好的一个项目，就是为了这份合同，我昨晚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多才睡觉，所以才会迟到。我记得你是设计部的，什么时候干起销售部的工作了？设计部就不能谈项目了？所谓能者多劳，我这么优秀的员工可不多了，要不你给我开2份工资？叶冰凌强压着内心的怒火，看了一下文件，然后他就呆住了。三想，这是真的吗？远航地产居然要跟我们合作？
千真万确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个单子的？我昨天去远航新苑买房，碰到了薛显贵，和他聊得很投机，顺手就把这个单子谈下来了。又去买房了，碰到薛显贵还聊得很投机，还顺便就谈成了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吗？三想，你不是买过房了吗？怎么又去买房？前几天买的是洋房，用来投资的。昨天去买的3栋别墅，准备给我父母住。3栋，你父母住得过来吗？一栋给他们住，一栋我住，一栋给来海州串门的亲戚朋友住。那你怎么碰到薛显贵的？他正好在附近，听说我在看房，就来打个招呼。他专门来跟你打招呼？很奇怪吗？如果有人跟咱们广告公司签个几千万的大单，你肯定也会特地去打个招呼吧？叶冰凌一想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总之，迟到的事情就算了，这份功劳我也记下来了。可是我昨晚没睡好。这几天你好好休息，想来上班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只要把远航地产那边对接好就可以了。那就多谢董事长了，我先回家睡一觉。三想没有回家，而是直奔越发行，找到了他的专属理财顾问陈青莲。陈姐，我想注册个销售公司，还需要管理销售、法务、人事方面的人才。你这是要做大事业啊？我打算和远航地产合作，需要成立公司对接，越快越好。接着三想把自己包销远航新天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要包销的远航新天地，那里位置太偏了，你确定要这？怎么对我没信心吗？我既然敢包下来，自然是有一套计划的。好吧，可你为什么不收购一家现成的销售公司呢？只要办理转让就可以，证照不需要重新办理，还有现成的销售团队。那陈姐，你有资源吗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认识的一个老板正打算转让公司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好，你尽快安排。果然在陈青莲的帮助下，三想很快就收购了一家公司。我今天第一天接手，很清楚公司现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。之前有一些员工离开了，留下来的都是对公司有感情的骨干。我承诺诸位，之前的各种福利待遇只会更好。接下来公司会有一个很大的项目，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，重新出发，一起前进。一番动员结束后，三想回到了办公室，还不坐，一个员工就敲门进来，一开口就要说辞职。之前公司艰难的时候，你一直留下来，我刚接手公司正要有起色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辞职呢？哼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太年轻了，我可信不过。行，你走吧，走了不要后悔啊。接了这么个烂摊子，我看后悔的是你才对。辞职的员工走后，三想看到陈青莲脸色有点难看。青莲姐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有点后悔介绍你收购这个公司了。我只是要个壳子而已，这个公司的资产和人员我并没有放在眼里，重要的是我脑袋里的东西，不是其他。青莲姐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真的有把握？如果销售情况不好，你在我们银行存的那些钱全都赔进去也不够啊。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，给我3天时间整顿一下公司内部，然后就开始。为了让新公司重振雄风，我找到了将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郎基博。三想先生，你这个合作项目我有点没看懂，你的意思是你在基博上搞活动，却不给我们任何费用，还要基博免费给你引流，你是不是不太清楚目前的行情了？看来苏主管的确没看懂。三想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质疑我的专业水准？我承认你这个方案不错，可我们公司是有规章制度的，如果做活动就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，支付应有的费用，不然的话我也只能说抱歉了。好吧，既然新浪基博没兴趣，我去找天鹅微博吧，或许他们会感兴趣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美美走了进来。马总，你是不是很困惑，在想我是谁？请问你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马文轩，是新浪公司海州分公司副总经理，负责媒体推广宣发外联工作。我父亲是马少天。原来是马爷的女儿，幸会幸会。三想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谈业务吗？是啊，我来给你们公司送大礼。什么大礼？我包下了一个小区的销售权，想和基博搞个联合推广活动。我做了个方案，可以达到双赢的目的，刚刚才给苏主管过目。是吗？苏主管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在考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，要不马总帮我看一看？好啊，那我就看看，也学习一下。马文轩拿过策划方案，认真的翻阅起来，他是越看越心惊。这是房地产推广方案，还可以这么搞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啊？他可以想象得到，当这个项目发布的时候，会引发多么轰动的效应，甚至有可能帮助基博提前完成1亿用户的小目标。三想先生，这份方案是你做的？是的。太精彩了！这个项目如果可以做出来，肯定能够在基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马总过奖了。苏主管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整个项目的确有非常强的可执行性，前景也非常可观。唯一的问题是费用方面不合理，咱们公司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。如果能够在费用方面达成一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做的。三想，你是怎么想？这个项目我1分钱推广费都不打算付，还希望基博免费为我引流100万粉丝。如果贵方觉得无法接受，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。你这是威胁我吗？我之所以带着方案第一个来新浪，
是看中了贵方的流量效应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去狐狸或者天鹅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这么赤裸裸的威胁我们马总？马总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远航新天地打广告，也同样帮助新浪引来巨大的流量。在这个流量为王，流量就是钱的时代，我希望贵方的目光能够放得这个项目也未必一定要跟你合作，我们找个其他公司，一定愿意多出点钱做个类似的活动出来。太不要脸了！我以为银行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行业，没想到互联网企业更不要脸。好啊，这个方案免费赠送给贵公司，还好我藏了几手，希望可以跟你们打个擂台，看看哪一家的效果更好。随后三想起身，丝毫没有留恋的往外走去。别急啊，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马总还要说什么？这样吧，项目方案我再研究一下，最迟今晚下班之前，我给你确切的答复。好，我给马总1下午的时间，5点钟我要结果。三想，你就不怕马总把你的项目剽窃去？他要抄就抄呗，最多只能抄到皮毛，抄不到精髓。那我们现在去干嘛？先去喝杯咖啡，再看看股市，等5点喽。就不用再联络一下天鹅和狐狸的人吗？不必了，那都是乌合之众，只有新浪才能一统天下。这个项目必须在新浪做。那你还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，要不就给新浪一些推广费用吧。美的他们，我这是帮他们加速发展壮大，没让他们赞助一笔就不错了。随后两人找了个附近的咖啡厅。你最近收益怎么样啊？赚了几千万吧。几千万？你是怎么赚的？国内股票赚了100多万，美股赚了几百万，期货赚了2000多万。陈青脸懵逼了，甚至有点怀疑人生。时间很快到了下午5点。三想，公司上层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，也愿意改变规则。可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本公司的利益，我们需要你签一个对赌协议。请说。按照你的方案，推广期为1个月，一共4轮，公司会全力配合你做好每一轮的推广，但你必须要保证每一轮次吸引的流量达到预期目标。如果无法达到，贵公司就要支付一定的费用。可以，我现在就可以签。马文轩一喜，立刻递来早就准备好的合同。等签完合同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三想先生，最近有个拍卖会的东西我很感兴趣，有些吃不准真伪，想请你帮忙长长眼。什么？找我长眼？我父亲说你的眼光比很多大师都厉害。说着，马文轩就取来了话。马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上次在你父亲的拍卖会上捡漏，只是运气好，不是真的懂行。这种事你找我，那是找错人了。是吗？可是金文山先生说，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。没想到自己已经那么小心，居然还是被人看穿了。你就费点心，帮我看看吧。三想只能装模作样的捧起画册看，这一看他就愣住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前世这幅画的真伪曾经闹出过不小的笑话。怎么样？这幅人民的水果是唐奇先生的画作，5.6平尺，是从画家本人手中得到的，底价14万，我觉得20万以内就能拿下。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。那就别买，这幅画有问题。怎么会有问题？拍卖公司的公信力一直都很不错的，如果画有问题，根本不可能上拍。唐奇一共画过3幅人民的水果，一幅流了出去，一幅在金门博物馆，一幅就在海州博物馆。我看过海州博物馆那幅，和这幅的风格色彩非常相似，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。我做了研究，认为这就是那幅流出的画，才想买下来。不可能，唐奇画的3幅画全都是18平尺。金大师说的果然没错，你真是扮猪吃虎。上当了，这女人太狡猾了，她根本不是来请教的，她是来试探的。那天拍卖会上，你真的看出春江花月的问题了？那个马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说完一溜烟跑了。马总，这个项目全力去做，这个项目做好了，年底你我都能再进一步。你中风了？嘿，你醉了就没有好话。昨天你一整天都没来公司，干嘛去了？跑业务去了。昨天董事长一整天心情都不好，骂了好多人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旷工了，不然大家真的扛不住啊。三想还以为胖子太夸张，结果才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叶冰凌就面沉如水的走出来。三想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董事长，不是你说让我负责新项目吗？我昨天去跑项目了。有什么结果吗？幸不辱命，我把新浪基博谈下来了。等他看完合同，更震惊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新浪基博不要钱，白给我们做推广。当然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告诉他们合则两利，分则两伤。新浪基博的负责人马总一下子就发现这个项目的潜力，就跟我签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对了，我今天要去和远航新天地的代理公司谈合同，那边的老板挺难缠，可能要多耗费点时间。你尽管去吧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条件，公司和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如果有业务费用，我是说要有那种不能开发票的费用呢。对方的费用可以报销，你的费用自己掏。上午10点，三想来到新公司。我看啊，有门路的就赶紧走吧，这公司迟早完蛋。昨天小许刚辞职，就去了恒远地产，听说1个月光底薪就4000。
新老板年纪轻轻，估计是拿咱们练手的。你看看，这都几点了，人还没来呢。要不是还着房贷，我早不干了。看来新锐衰败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对待这些人得用些手段才行。多赞呐！我宣布一下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这是远航新天地的包销合同，从今天开始的1年时间内，我们新锐公司将会承担这个小区的销售任务。随后，三祥把文件分发了下去，众人是越看心越凉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楼盘，感情是在那么远的地方啊。也对啊，如果是不愁卖的楼盘，远航凭什么包销？自己赚大钱不好吗？所以说这份包销合同看起来是个机会，其实就是个坑。大家看得差不多了吧？待会儿我们就集体出发，去远航新天地的售楼处看一看，做好销售准备。还有关于售楼的提成奖金，我会做一个详细的列表。只要你们努力卖房，每个人都会获得应有的回报。随后，三祥雇了一辆中巴，带着公司所有人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远航新天地驶去。欢迎新老板的到来，请您放心，未来的1年里，我们会全力以赴配合您的工作，一定要让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更上一个台阶。是吗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这栋楼一共卖出去了几户？哇！王经理，我觉得新天地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你可以收拾东西回远航了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个新工作吧。老板，之前我的工作的确没做到位，你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一定兢兢业业，别让我集团太丢人了。留下也行，但售楼处经理我已经有人选了，如果你要留下，就得从基层做起。你考虑一下吧。今天有3项工作：一、打扫卫生，明天开始售楼处要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对外；第二，完善规章，所有奖惩严格执行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；第三，熟悉团队，售楼处和新锐公司合二为一，不分彼此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一天忙下来，三祥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尽头。别人重生都是醉卧美人膝，行掌天下权，我怎么累得跟狗一样？正准备回家，陈青莲来了个电话：三祥，你能来我家一趟吗？怎么了？我想搬出去，我前夫刘杰就发疯了，他在乱砸东西，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。要报警吗？我不想惊动警察，你来接我可以吗？你别挂电话，我马上就到。开门，刘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怎么急着接陈青莲回家搞破鞋啊？你少胡说八道，让开！你小子勾引我老婆，还有理了？你是不是以为有钱了不起，就能破坏我们的感情？放屁！陈青莲早就和你离婚了，她愿意跟着谁都是她的自由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敢进来试试，老子开了你的瓢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子有的是钱，你碰掉我一根毫毛，我就弄死你！果然在金钱的威胁下，震慑住了刘杰。现在去哪？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小房子。随即三想开着车到了陈青莲租房的地方。你租在这里啊？这边离银行近，房租也便宜。不行，这里又脏又乱，你经常加班很晚回来，遇到危险怎么办？陈青莲还想说什么，三想已经发动汽车走了。你告诉房东不租了，今天先住我那。就这样，三想带着陈青莲回了自己的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三想来到客厅，发现桌上摆着一份早餐，还有一张纸条。谢谢你的收留，我会尽快找房子的。我先去上班了，给你做了份早餐，别嫌弃。这女人还挺贤惠。吃饱喝足后，诸位，公司这回接到的项目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我们茂源广告日后的发展。李军总监，我要求你亲自监督，今天就把远航新天地的所有宣传物料准备出来。宣传方面具体有什么要求吗？主体可以借鉴一下这些，但要突出2点：一是环境，二是潜力。我不管你们怎么写，但一定要吹得天花乱坠。可是潜力方面总不能凭空捏造吧？我做过调查，那边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。如果每一件商品都要如实宣传，我们广告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要你们画大饼，你们就往大了画，随便吹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那我们吹吹试试吧。紧接着三想又来到了远航新天地。我现在任命你为售楼部经理，有个关键任务需要你来推进。你说，我们的第一批目标客户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、医生、老师，对这些客户可以允诺高折扣或者减免物业费、停车费的优惠政策，只要他们愿意来看房，可以派车接送，或者补贴车费和赠送礼物。总之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要拉他们过来。这些客户对于小区位置的要求比较高，恐怕不会看中远航新天地吧？为什么要主打他们？我知道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卖房给他们。那你是？接下来最主要的是，当有大批看房客涌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些客户的身份，造成附近即将搬迁过来医院、学校，甚至新建大学城的印象。啊，这好像是涉嫌虚假宣传吧？现在的确是虚假宣传，但半年后就不是了。新规划一出，何止是医院、学校、大学城啊，各种商业配套也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。到时候所有买房子的人都会感谢我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好了，我会照做的。不过什么时候能有大批看房客啊？很快了，周末第一波宣传攻势就会启动，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，不然我怕忙不过来。月薪只有3700的我，想要投资娱乐圈，却遭到了大佬们的疯狂嘲讽。
三想，我待会儿有个饭局，你陪我一起吧。可我手头还有点活。放到明天再做吧。我又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，你帮我把关。怎么你命中缺坑吗？跳起来没完没了。是唐师介绍的，我怎么也得去看看。冰凌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爷，你把三想带……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想让三想帮我把关。好吧，不过待会儿三想你多观察，少说话，有什么话等聚餐结束再说，千万别得罪了人。明白。今晚见的都是剧组的人，有个叫边哥的，听说从92年就开始炒股，有10几亿身家呢。炒股赚了10几亿，好厉害啊！剧组一共还有2000万的缺口，主要还是希望边哥能投。待会儿你进去之后，找机会跟边哥搭话，看能不能搭上他这波，跟着投一点。你们这部剧真的能火吗？当然了，有我这个大美女当主演，怎么可能不火？如果是唐诗主演的这部《步步为营》拉投资的话，倒是可以投一点，毕竟这部剧收视率惊人，而且获奖无数，投资人更是赚得盆满钵满。蔡姐，边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猫园广告董事长叶冰凌，他也有兴趣投资咱们这部戏。这位就是叶小姐啊，我听唐诗提过你很多次，没想到这么漂亮，比我们公司很多女演员都漂亮多了。叶小姐你好，鄙人边远人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叶冰凌接过名片，感觉沉甸甸的。这是镀金的，一张成本就要500多元，不是特别重要的朋友，我是不会给的。叶冰凌在看名片时，密密麻麻几十个会长、顾问、名誉主席的头衔，就像是看到一个手腕上戴满手表、到处炫耀的暴发户。原来是边总，幸会幸会。众人落座后，蔡纯率先开口道：“叶小姐想要投资我们这部戏吗？我听唐诗说，这部戏的编导演都在水准之上，还没开拍已经被芒果台预定，很有投资前景。我最近正好想要开拓一下业务，所以有这方面的意向。我们的确有一些资金缺口，如果叶小姐能够鼎力相助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蔡制片，刚刚我不是说了吗？投资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。叶小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刚成立了个影视公司，准备3年内投资100部电视剧，进军奥斯卡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没有人敢提醒边远人。奥斯卡是电影奖项，而边远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热烈反应，以为火候还不够，继续胡吹起来。不就是区2000万吗？对我就是一个涨停的事。电视剧这种东西来钱太慢了，要说赚钱快，还得是炒股。你们如果手里有闲钱，可以投到我的公司来，我帮你们投资，不出1年就能翻倍。边远人夸夸其谈，众人也只能点头附和，唯有三想在那猛吃。边远人看到后，顿时不说话。叶小姐，这是谁啊？你的员工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你们这位朋友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参加这么高端的局，只顾着埋头吃饭。边总，请你说话不要太过分。叶小姐，不是我多嘴，出来谈事情，一定不要带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，太影响你的身份了。哼，带什么人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边总操心。闻言，边远人脸色一沉，蔡纯见势不妙，赶紧转移话题。边总，咱们继续聊投资的事情吧。这2000万的投资什么时候能到账啊？我的资金都放在股票市场上，等下个星期我出手一部分股票，就可以给你投钱了。太感谢边总了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等等，我投钱是有条件的。当时你是这部戏的女主角，上映之后肯定会大红大紫的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？我当然是心里感谢了，我会永远记得边总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。只是心里感谢，那太虚了，我要实际点的感谢。这样吧，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吧，喝一杯我就投1000万，喝2杯我就投2000万，上不封顶，怎么样？边总，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羞辱人，唐诗不会答应这种条件的。不答应的话，那就1分钱投资都没有。你不投资，我来投。蔡制片，我愿意无条件投资500万。叶冰凌刚说完，蔡纯就露出为难之色。500万不够啊！叶小姐，你摆出这么大的架子，原来只拿得出500万啊！叶冰凌一时间也有点尴尬，她确实只有500万，再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茂源广告的运营。蔡制片，当时我只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，是陪我2杯酒换2000万，还是拿叶小姐的500万？你们自己选择吧。蔡纯求助的看向唐诗，唐诗也在犹豫。剧组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只差2000万就能启动。就在唐诗准备豁出去的时候，三想终于吃饱了。不就2000万？边远人闻言，顿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。就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逼呀，能拿得出2000万，我就把桌上的盘子全都吃了。那个，等明天我卖出几只股票，2000万随时就能到账。这是边远人刚说过的话，三想就借用了过来。敢学我？小子，你会炒股吗？我炒股赚大钱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谁说三想不会炒股？他赚了很多呢。很多？有多少啊？够今天这顿饭钱吗？三想赚的钱能吓死你。他前几天还给我介绍了一只股票，叫飞翔集成，我就偷偷买了100手。飞翔集成？边远人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幸亏你买的少，不然连裤衩子都得亏掉。
唐诗听完吓了一跳。飞翔集成是著名的垃圾股，最近3年亏了2年，主要产业已经快死透了，债务大的惊人。这种时候敢买飞翔集成，你真是不怕死啊？不会吧？那我投的几万块钱，岂不是要亏了？明早开盘赶紧抛掉吧，小亏10%都算你运气好，抛晚了的话，我怕你被套牢。唐诗，不要抛，我相信三响，我也买了1000手，我不会抛。你不是说三响是瞎玩的吗？原来你也买了。看不出来，叶冰凌这种冰山女神也搞表面上云淡风轻，暗地里偷偷建仓的一套，而且买了1000手。董事长，你终于做对了一次投资选择。你们不信我这个股市老手，相信这种嘴上没毛的小子，我看你们是疯了。行，我就看他什么时候能赚出2000万。边总，你消消气，这样吧，我陪你喝交杯酒，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，好不好？哼，蔡制片，你虽然也挺好看，可你都40多岁了吧？我喜欢唐诗和叶小姐这样年轻漂亮的。蔡纯听完顿时脸都黑了。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不过唐诗必须给我道歉。至于这小子，让他滚蛋。唐诗，你看，如果三想走的话，我也走。你不想演这部戏了？我想演，可我不能为了一部戏出卖自己的尊严。只是喝杯酒而已。蔡制片，我的2000万明天就会到账。三响先生，你别了，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可以看看股市公告，一定会很惊讶的。众人疑惑地打开手机，登录国内股市网站，果然看到了几条新发的公告。飞翔集成重组了，这是超级重大的利好消息啊！真的假的？那岂不是说我能赚很多钱？怎么可能？飞翔集成怎么可能突然重组？这是假新闻吧？你脑袋绣球了吧？官方网站怎么可能有假新闻？不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就不信你一只股票能赚2000万。谁告诉你我只买了一只股票的？蔡制片，美元可以，我每股赚了几百万美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给你转350万美元。好，可以的。既然这样，无关人员就请离开吧，我们要商量事情了。边缘人知道自己再留下来只会是个笑柄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三响先生，刚刚真的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把你当成叶小姐的员工了。其实你们没看错，我的确是叶总的员工，目前在茂源广告担任策划师。茂源广告这实力深不可测啊，随便一个策划师都能拿出2000万投资电视剧。不过叶小姐刚刚不是说只能拿出500万吗？三响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，比我这个董事长厉害多了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，把蔡制片也送走了。三响，今天多亏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不知道姓边的还会怎么羞辱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能潜规则。董事长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人吗？好了好了，边莲你不要这么敏感。三响，你要我怎么感谢你？我们公司最近代理了一个楼盘的宣传，你有没有兴趣做个代言？代言楼盘？是远航旗下的小区，建造设计都不错，内部环境有江南水乡的感觉，和你的气质比较类似，你愿不愿意赚这个外快？好了，我最近正缺钱呢。唐诗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，但唐诗不知道的是，再过半年他就会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跟三响多要些代言费。要不要忽悠唐诗在远航新天地也买套房呢？干脆用房子抵代言费吧，反正以后会暴涨的。聚餐回来后，三响立马联系上了米国的于娜。老同学，上次那件事帮我打听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忙着打工，还没抽出空来。于娜同学，我肯定不会让你白跑一趟，你把 PayPal 账号给我，我给你打一笔费用。此时万里之外的米国，于娜身后的室友笑道：发给他，看他发不发。他如果发了，就是真的想请你帮忙；如果不发，就是别有企图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种男人我见多了，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说着就把于娜的账号发了过去。其实他高中时候还挺随和的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多心思了？社会就是个大染缸，人都是会变的。等了好半天都没有收到三响的款项，怎么样？没声音了吧？他刚刚就是在装相，以为你会跟他客气一下，没想到真把账号发过去了，就骑虎难下了吧？我估计他以后再也没脸跟你聊天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提示，于娜拿起手机瞄了一眼，顿时惊呆了。怎么了？三响真给我打了1万美元，真的吗？刚给你转了一笔钱，收到了没有？娜娜，你不是说这个同学是普通家庭，工资只有几千块吗？那他怎么会给你发这么大一笔钱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难道他真的需要帮忙？对了，我该怎么回他？这可是个有钱人，不能错过。你要是不会说的话，我来帮你。说着就飞似的敲打起键盘。收到了，怎么这么多？我给你退回去吧。这笔钱是请你帮忙的补偿和感谢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尽快帮我联系 Instagram 的人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谈。好的，我现在不上课也没打工，马上帮你找到他们。太感谢了。而此时一个烂尾楼内冒着滚滚浓烟。凯文，服务器又爆了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换个大容量服务器？
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宕机了，这样下去我们的用户都要跑光了。海文，服务器又爆了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换个大容量服务器？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宕机了，这样下去我们的用户都要跑光了。凯文是 Instagram 创始人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们已经扩容3次了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如果用下去，就算把我全身器官都卖掉，也不够用的。那就去找钱，你的工作不就是找钱吗？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找了个家伙来代替我，他叫乔什·里德尔，今天应该来报道的。如果我们不能赶紧解决服务器的问题，这20万用户会在1天内跑光。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除非我们能找到投资，希望乔什能对得起他吹的牛，能拿来一大笔钱。我们为什么不找杰克投资？我会考虑的，等乔什来了，我再让他问问罗尼和克里斯有没有兴趣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需要钱。就在他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，2个华裔面孔的女孩走了进来。2位美女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请问这里是 Instagram 公司吗？没错，你们找谁？我们是来自华国的留学生，我叫于娜，她叫小雅，目前正在斯坦福大学读书。我们受一个朋友的委托，希望和贵公司谈一些事情。华国人也知道我们的公司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是热衷于互联网的国家。我的朋友在你们的 PP 上线第1天就向我推荐了。你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。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替朋友索要你们的联络方式，他想要投资你们的公司。什么？来自于华国的投资？华国人很有钱吗？能详细说说吗？于是几人聊了2个半小时，大致的合作意向已经谈得差不多，剩下的就是签合同。按照他们2人的计算，至少得有125万美元才能把服务器升级到满意的程度，同时开发出一个更好的版本，以及增加社交功能。我坦诚地表明一下态度吧。首先，我非常看好 Instagram 的发展前景，所以我愿意注入150万美元，换取30%的股份。听到三响的话，凯文和他的2个合伙人都吃了一惊。没想到这个华国人给出的条件如此丰厚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心理价位。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投资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公司的运作呢？我的介入方式只有一种，投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这个对编程和运营一窍不通的人，不会对你们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发表任何一点意见。我只想做个甩手掌柜。能让我们考虑一下吗？请便。足足等了1个小时后，海州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，凯文他们才重新回到屏幕前。三小先生，经过我们的争论和交谈，初步同意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决定，我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人，和你们共同努力，让 Instagram 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。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在合同签署之前，我先注入30万美元，请你们尽快扩容服务器，因为我昨天3次试图登录 Instagram 都显示服务器繁忙。我们实在太缺钱了，但是有了你这笔钱，我敢保证3天，不，2天之内，服务器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。那就太好了。对了，接下来我作为一个忠实用户而不是投资人，想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，请说。能不能尽快推出安卓版本？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安卓手机，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巨大市场。之前我们的人手不足，你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招更多的工程师，现在我们有钱了，肯定要找个精通安卓系统的家伙。很好。另外，我觉得 Instagram 是否能利用已经成熟的用户关系，开放转发和分享的功能呢？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，麦克。下一个版本，我要看到这些功能。我脑袋里已经有想法了，哈哈，我看到100万用户在向我们招手了。三小先生，你真的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，你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。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的看法，是否采用你们自己决定。30万美元很快就会到账，等投资合同正式签署。另外120万美元也会立刻到账，我会尽快找个时间去美国看望你们，希望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能一起喝一杯庆功酒。哈哈，一定会的。忙完这一切，三响倒在房间呼呼大睡，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4点。就在这时，李军打来电话，询问明天立博宣传活动的细节。三响却捏着嗓子说自己病了，让他自己决定。刚挂电话，叶冰凌也打了过来。喂，叶总。你病了？是啊，昨天熬夜加班到很晚，有点感冒。你家地址告诉我，我熬了汤给你送过去。叶冰凌还会熬汤吗？叶总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马上告诉我地址，不然汤都凉了。别让我问第3次。青楼湾联排9号别墅。20分钟后到。不多一会儿，门铃响了。叶总，我就是个小感冒，你居然亲自跑一趟。你以为我是关心你吗？我是怕影响明天的宣发。请叶总放心，明天的宣发我会亲自坐镇，绝对。那就好，把汤喝了吧，是我亲自熬的。这是雄霸天下粥铺的3边霸王汤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我就知道，那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，怎么可能会熬汤？好吧，我骗了你，其实我不会做饭。我能猜到。就在这时，陈青莲回来了，看到彼此的瞬间，叶冰凌和陈青莲都吓了一跳。我该走了。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公司了。叶总，青莲姐，你们不要互相误会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2分钟后，你是他的私人理财顾问，我怎么不知道银行还提供这种服务？
国有大银行当然没有这种服务，我们越发行是商业银行，一切以客户的要求为本。私人理财顾问是面向资产过亿客户的特别服务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叶总如果有需求的话，可以到我们银行来咨询。叶冰凌听完直接呆住。资产过亿？难道三想的资产过亿了？那个，你们都还没吃晚饭吧？不如我们下去吃。我打包了小杨生煎回来，叶总应该不会嫌弃这么简陋的晚餐吧？不知为何，平日里最有分寸感的陈青莲此时却表现得像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，脸上那温婉可亲的笑容竟然带有咄咄逼人的气势。我最爱吃生煎了，谢谢你。三想，我们继续谈事情，我们再把明天微博宣发的细节敲定一下。不是已经定好了吗？还有什么可敲的？叶冰凌却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，侃侃而谈起来。明天是周五，周末微博的流量很高，但也要注意几个问题。叶总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聊。三人落座，两个女人对面而坐，如同楚河与汉界。三想坐在他们当中，不偏不倚。三想，你到底是喝果汁还是可乐？果汁更健康一点。三想，你平时不是都喝可乐的吗？果汁不错，可乐也挺好，我都喜欢喝。我准备先喝杯果汁，再喝杯可乐。叶冰凌和陈青莲同时瞪了他一眼。三想知道两女在明争暗斗，这怎么搞？要不要装作发高烧晕过去？不行，还是想个别的办法吧。那个，我肚子有点疼，要去蹲个厕所。